大家好啊，今天我们来讲 Stable Diffusion。你个讲服务器的，怎么讲 AI 绘画去了？是这样的，最近就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算是小有进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可以拿 AI 绘画做很多好玩的东西啊，想看的东西，自己当导演的这种感觉，自己设计画面的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Stable Diffusion 它是很早期的 AI 绘画界的先驱者。24年10月份左右吧出的 3.5， 整个呢其实感觉还是不错的，能直接生成啊，只要下载一些模型，直接就可以去使用。那关于电脑配置呢，我们因为是在本地部署，所以呢需要大家的电脑稍微有一点配置的啊。我这边呢是非常入门级的，但是非常够用的一个状态，满足我日常出图的一个需求就可以了啊，我已经把它做的比较优化了。CPU 是 12600KF， 是我当前这台机器啊，我这台机器是年终的时候配的啊，配的一个5000多的机器。4060是一张 AI 绘画入门级的显卡。N 卡的话是首选，大家做 AI 绘画的话，优先选 N 卡。显存比较重要，因为这些模型会占用大量的显存，结合这些模型来进行生成。我们有理解自然语言的这种模型，还会有绘画相关的、结构相关的模型，还有那种转码的、去噪的这种模型。如果你要用上的话，内存是一定要够。我32G 的内存和8G 的显存可以共同支撑这样的一个内存容量。当然如果你不差钱的话，你可以去上64的话就肯定没什么太大问题了。那你显存的话可能再上到16G。关于内存方面的，对于 AI 绘画的重要性，因为它模型很大，我30G 的硬盘可用空间的话只是将够用，你装1-2个模型是足够了。建议用 Win11， 因为相关的配置会比较先进，比较好一点。再下来呢，我们就来装环境。首先的话，我们需要装这个 Python， 你可以直接点进来，然后拉到最底下这块呢，你直接点 Windows 64位，点这个把它下载下来，然后 Git 也是一个环境组件。这个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从 GitHub 上去拉一些节点，拉一些插件这些，那所以你这边需要在 GitHub 上也去搞一下。那我们直接装这个 Setup 的这个64位的，点击下载。那 Python 的话，因为 NVIDIA 有很多在 Python 这个人工智能层面上的一些储备，包括他们这个 PyTorch 这些都是 NVIDIA 在 Python 的语言的基础上去做的一些扩展库，方便这上层的这些应用层能够更好的去使用 AI 绘画。所以 Python 肯定是成为当前 AI 界的主力。你任何的 AI 只要在本地做大模型的话，80-90%的概率都是会用到 Python 这个环境的，80-90%的概率都是会用到这个 Git 这个环境的，就这两个环境是标配的。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就下这个 ConfUI 它就是我们前面的一个界面，你可以理解成它就是一个展示你出图过程的一个可视化界面。那你就点进去，然后点这个进行下载，大概1点多个 G 吧 Windows 的，然后让它进行下载，这些你先都下载一下。所以前期准备的东西虽然比较多，但是你玩熟了就这么几样。然后再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下载它的核心的模型 Stable Diffusion 3.5 的标准模型，点击这个是它的一篇官方博客。它这边呢是有几个版本的，一个是 Lange， 一个 Lange Table， 还有一个 Models， 这两个是比较低配置的可以去使用的。这个是就是你4090这样的4080显卡可以去这样使用。 Turbo 呢，它其实就是减小到了4步就能出图，一般的模型都是20步起步，出图的这个质量会好一点。它这4步的话就给你限死了，自由度可能会差一点，但是它是一个加速出图的一个技术。所以我个人呢是去使用 Turbo 的，因为我机器配置也不是特别高，所以你就点 Turbo 进去。然后在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它有这些讲述它的这个 Turbo 的一个架构，然后点这块，它有点像 GitHub， 但是 GitHub 可能存不了这么大的文件，所以他们整个 AI 绘画生态大部分都去用的这样的一个仓库。然后呢，我们这边呢，你一开始呢是下载不了这些东西的，
你要去填一下你基础信息，就是相当于问卷一样的，然后填完以后大概2-3个选项，你就可以来这边来去下载。首先的话呢，我们去下载模型，模型是这样的一个模型，它这个应该是量化过的一个模型。这些模型呢，动不动就是16个 G、20个 G 之类的，这样很大的这种纹生图的模型，就下这个就行了。点击这个，然后复制这个，把它复制出来，然后在浏览器里直接这样的回车，它就开始下载了。对这几个模型的规格，给大家做了一个图表啊，可以清晰的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好，在下面就是下载模型，我刚才讲过了。那接下来就是文本理解自然语言的这个模型啊，这个也是很多 AI 绘画都会通用的一些模块。你用这个 Flux 或者用 Stable Diffusion 等等，甚至包括纹身视频都是用到它的。只要跟自然语言相关的，只要你有提示词描述这些东西啊，你都会用到这样的 Stable Diffusion 呢，它是要下2个，一个是 G 这个，一个是 L 这个，还要再下一个，这2个里头任选一个啊。如果你的显存够大的话，你的内存够大的啊，你就可以选择16的。当然我个人建议 FP8 也就 OK 的。FP8 是一个量化以后的压缩以后的更快、更效率更高的一个模型，适合中端的显卡去跑的。那这个适合高端的显卡。我先讲的都是官方的啊，我们结合我们自己需求，我去下载 FP8， 整个出图的效果其实差别不是那么大。这个我是测试过的，可能有5%、8%的这个差别，就是理解能力的差别，你就可以理解你这句话的意思的一个差别啊，可能有5%、8%的这个差别，但是大大缩小了你运行内存的时间。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最后呢，就是下载这个工作流就可以跑了。下载工作流，那同样是在这里，你选择你对应下载的模型的文件啊。我刚才是在 Turbo 这边，然后呢，我选择这个，它的工作流呢，这个 JSON 文件。一般的工作流，你生成出来这个图片，以图片的形式拖拽到 ConfUI 里，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当然，如果你用这个 JSON 文件也是可以的啊。JSON 文件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先放在这儿，待会儿我们会去用到。好了，我们东西全齐了，就放在这个地方了啊。我们简单讲一下吧。这2个环境，一个 Python， 一个 Git。这个是我们的 ConfUI， 是我们 SD 3.5 这个 Turbo 的模型。这3个是自然语言识别的这个模型。最后一个是工作流啊，大概就这些内容。安装 Python。点击安装的时候要把这下面2个勾选上，因为我现在当前机器上已经有那个1个版本的，所以这块是灰掉的。如果你是全新的机器的，你这2个其实都可以勾，然后直接点安装就可以了。Git 你也是双击，然后这一块呢你就无脑下一步，它下一步很多东西你都可以保持默认不变，一路下一步这样去安装。好，这2个环境装好以后呢，你去解压这个，解压我们的 ConfUI。好，解压好以后打开往里走啊，这边我们再往里头走，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Models 啊，找一下 Models， 找到 Models 以后呢，那我们就放我们这个 SD 3.5啊，往这里头放啊，这样的，这个放我们这3个文件啊，这3个文件全放到这里。OK 以后呢，我们返回到这边来，我们需要 update 一下。update 建议大家，如果环境不允许的话，你可以调整一下环境。需要本地网络可以访问 GitHub 的，有的时候在国内的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直接运行这个 BAT， 那它就会去拉取更新，把你这个更新到最新，对，它会获取一下。好，这样呢我们回车就结束了。结束好以后，我们就可以运行这个了。我们如果是 N 卡的就用这个，如果你是 A 卡或者说是没有独立显卡的就运行这个。当然我更推荐英伟达的这个。双击进去，可以去访问我们 ConfUI 的工作流界面了。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模块化的节点串联起来的，组成我们可以生图的方案啊。它都是有模型，然后有参数，最后导出成图片。这个是默认的一个模板，不是我们今天要用的模板啊。我们把工作流导进来，现在就差这一个没放进去了，把它直接拖进去。对，拖到你这个网页上，松手，
那它就把我们的工作流导出来了，这个是官方提供的一个工作流。然后我们需要这边配置一下啊，点开，选择我们的 SD 3.5， 再次让它选一下啊，稳妥一点。这个呢，我们点开，这我们放进来的3个都在这儿。那先把 G 的先替换了，把 L 的替换了，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放到对应目录的模型。这个地方呢，那我们选择 FP8，我们刚才下载的这3个是我们刚才用的啊，我们放的这3个看到了吗？它其实就在用这个地方，模型放到对应位置了，那它其实就在这个地方啊，它是到对应的目录去找这个模型啊，能找到那就能找到了。每个节点它负责自己的这一块，正向提示词我们可以删掉，我们可以放我们自己的。OK， 这个绿的记住，红的是反向提示词。现在的 AI 绘画模型大部分都可以不需要用这个了啊，以前老的可能反向提示词还是有点用，未来的话可能就是只有一个正向提示词就可以了。到科技 LAN 的导航站这边来啊，导航点科技 LAN 点 Pro 啊，然后点击这个 AI 绘画，我们随便拉一个人物的啊，把它复制一下。我们复制英文就复制进来啊，我们随机生成一张图片。这个地方是调尺寸的 3.5 Turbo 默认1024，不要去改它，因为改它的话图像比例会不太适配，因为 Turbo 是一个集成度非常高的标准化非常严格的啊，不要乱改，不像是那种高硬件要求的，你可以去改这些参数啊。是 SD Turbo 那就没有那么多自由度了，你就选死就行了。这块呢也保持默认值，下面呢是一些权重，我们也可以保持默认。这个是随机生成，这个是增量。我有一个种子从1开始，你点这个的话，它就下一张图它就用2的这个种子，3的种子就往上增的。如果你一开始设1000，你可以向下，它就是999，理解一下。这个呢纯随机。它有可能一会儿是16000，一会儿是350啊，这个就是跳跃式的。一般是找灵感的时候会用到这个，一般同类型的话增量减量都可以，你可以自己设定一个 OK 都是可以的，反正它到时候会随机。这个步数呢，我们的 Turbo 是4步加速完成的，所以我们这边是不需要改，4步就能生成图片。然后还有这个我们也不要乱改，因为 Turbo 阉割了自由度，它就是为了快速出图，所以你这边都是默认的就可以了，这块也保持默认都可以，好吧？那全部默认以后呢，那我们就开始生成，我们就可以发现它的这个绿颜色的框走到哪个地方就代表哪个地方有节点在处理逻辑。那我们回到后台也能看到它的一个走向后台的话就更偏向于命令行，那这边就更可视化一点它的这个格子先走到反向提示词，再走正向提示词，最终到这个地方来汇聚。然后上面呢，这个地方应该是会有个进度条的，它生成图片4步的时候，你看进度条就出现了，这是第2步、第3步、第4步，这张图片就生成了。到这边，然后我们可以来到这块，就可以看到这张图片了，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可以看到一个警察在地铁站，我们再生成一下。再生成的话，它速度就很快了。第一次生成，因为它要走很多模型，它要把前面的这些模型还有关键字全部都处理。你第2次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速度就比较快了。你可以在它这个尺寸这个地方调它的生成数量，我可能一次生4张，或者一次生8张都可以这样的去调整，这样的速度会更快，不用你一次一次在这点了。当然你这边任务也可以去点8，选择8和刚才那边选择8都是生成8张图，但是这边的效率会更高这边批量生成的效率会更高，所以我们这边就调成11你可以相当于我生成1份8张，你也可以生成2份8张，就是16张，然后我们可以一下生成8张试一下。默认的参数呢，适合大部分的小伙伴这些参数呢不要乱改，改了以后呢值改大了，你整个画面就黑了这是受限于它这个模型的自由度。下面的这个去噪如果改得太低的话，你的画面就没有信息内容了，就可能出现乱码了。这2个你可以尝试性的去调整我喜欢这种卡通风的话，我之前是选的这个，对，我之前默认就选的这个就不要动，它原始给到你的应该是合适的。它一口气生成的话，它就需要花更长的时间
然后我们在这块可以发现有一个数字的标识，我们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图库，我们可以把这个拖一下，拖到这块来看它的图片的一个情况。你也可以平铺，平铺就把这个集合里的展开，当然现在还没生成出来，它会生成出来以后会展开。这个是你的节点模型，这个是你的工作流，当前的这个工作流保存，怎么保存呢？我们 Ctrl S 它就会让你保存，确定一下。OK， 它就进到这儿，以后你使用这个工作流就比较方便了。生成图片，我们从康复 UI 这边进来，然后选择这个康复 UI， 然后我们按时间排序，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看到有一个临时存放图片的一个路径啊，这些图片就会放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刚生成的，整体的感觉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小伙伴觉得你这个生成的图片不错啊，喜欢这种风格，把这张图片直接拖到我们的康复 UI 的这个界面里面，松手。你会发现它会把你这张图片关联的工作流全部导进来啊。我们现在这个是我们之前的最标准的这个，给我们生成了8张，这个是我们通过那张图片导进来的。就是说我们生成的这些图片它都可以封装工作流在里面，我们只需要拖图片到你的工作站、工作台，自动把工作流导进来，这个图片的工作流，所以就方便小伙伴们之间分享工作流啊，比较大的优势。当然这是基础中的基础，你可以在我这个自定义组合里头自己设定一个韩国美少女在舞台上跳舞，这是主题，你也可以这样的去搞。场景就是演唱会，时间清晨阳光，这样的风格我们就是写实风格。当然你也可以在下面自己去选主题这些，那如果你想自己高度定制的话，那你就这样的直接点这个翻译，然后呢它就给我们翻译好了。如果你再想加一点其他元素的话，加一些细节丰富、电影感、梦幻感觉，你可以大眼睛瓜子脸、表情微笑、穿着是吧，这些你都可以自己设定。然后呢把英文复制进来，调成1张以后呢，我们先暂停先不让它执行了，点击再次执行，这个是我们刚刚终止的。我们点这个叉呢就是终止当前的，点这个就是终止后续的。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我们可以再抽1张，甚至它的衣服的颜色什么款式你都可以去给它定制。这类的模型现在目前还是有很多小的瑕疵要抽卡，就是比方说它多了一只手，多了一只脚，多了几个指头，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你就每次点一下，随机一下。对亚洲人的刻画呢，其实还是挺到位的。东亚的中日韩就多了一只手，它一张一张生成这张就相对来说正常一点。腿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问题？你要仔细看，还是能看出很多小细节上不如意。然后你可以给它局部的一些特写，你也可以写在你的提示词里。比方说让他跳什么舞蹈呀，芭蕾舞还是什么街舞之类的这种。好了，那今天的话就主要讲一些皮毛，讲一些基础，小伙伴们能快速的进入到这个 AI 绘画的状态，你再去更深入的去了解整个 Conf UI 的使用，还有更多高端的模型的去使用。今天只讲的是 SD，往后的话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 Flux， 它在真实性细节拿捏上可能会比 SD 3.5 做的更丰富多样。SD 3.5 的话可能自由度就是尤其 Turbo 版的自由度会差很多。欢迎大家收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